所以我说你们去看那个孙建云的太极，看什么？不是看他的招式，看他的根基。所以我们看任何东西看什么？看根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根基就是他从小建立起来的。那个手法、那个招式花的东西都不重要。你那个走没有？请教一下，当我们走在起来的时候，肩关节好像是弱啊，不要想。看，所以练拳啊，最早学任何东西都肢体的东西，学任何东西都这样子。学习的第一步是什么？第一步是看。第一步是看。先不操作，你先看。你学书法也是一样嘛，你学画画也是一样嘛，学所有的，你先看。你先看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名家或者这个他是怎么操作，他是怎么操作，怎么用笔。你练武，你看这个姿态，那个形，你要看那个形，听不懂？你先看，把这个东西看明白了。这个东西看明白了以后，你要做的时候，就跟他们职业的练跳水的嘛，练跳水的练体操的也是一样嘛。他们到一个阶段了，他们就看，每天看那个录影，那个奥运的冠军或者前辈的动作，看，把他那个完美的动作记到头脑里去，印到头脑里去，然后他在跳的时候不用想，不要想，你的头脑里面就是那个。当你的基本功、你的基本条件具备了，我的基本条件可以做到那个。当我在做的时候，我头脑里是那个完美的那个 sample， 在头脑里的 sample， 我的身体就会跟着做。所以在做的时候是不能想的，可是你的头脑里面要有我到底要做什么啊？你头脑里面没有，你要完成的是什么？你没有的时候，你怎么去做都是错的所以你站一个骑马步，骑马步是什么？骑马步的形象是什么把这个形象看好了，当你一站的时候，叭就到位，叭就到位。你不能说站我调这个，我调那个，我调这个，我调这，那不行的这是你们练东西的，所以要去看。我教你们去看一些，我常常会推荐你们去看一些好的老师的影片，或者好的老师的照片，把那些东西好的东西看熟，晓得吗？看到头脑里去。一开始我师父在教我写书法的时候，写欧阳询，买一本字帖来，他把里面不能学的，因为有些名家写东西他不是那么正，他可能这一笔错了，底下的他会搭配那个错的笔那个姿态会变化。他把一些我们初学不能看的，都用胶带把它贴起来，不要看。那我跟你们讲我学了，我拿一本那个宋徽宗的瘦金体，拿瘦金体的帖子给我师父看，我说你看师父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写得很好？他说很好很好，你放我这边我慢慢看，往塞抽屉里去了。意思就是说不要我看，知道吗？因为那些东西你放到头脑里面以后变成你的对那个字的形象了，然后会破坏掉你一开始要建构的那个正确的东西。所以只让我看欧阳询里面他挑的一些字，就是要建立里面头脑的形象。练武也是一样，练绘画练什么东西都一样，要去看什么，要画画到博物馆去看那个真正的名家的画，不管看得懂看不懂，放到头脑里去，好吗？所有的都是这个样子的
啊，我们在玩玉的，一开始都跑什么？跑玉室嘛。人家老玩玉的说不要跑那个，一开始玩你先不买，先到博物馆看。不管怎么分辨真假，你先不要管那个，你先到博物馆去看看那些东西，把那个东西看透了，你的头脑里面有那些东西了，你再到那个摊子上看，你一看就知道了，什么对什么错。所以一开始一定头脑里面先有那个正确的形象，然后你在做的时候，把100就有了，100就对，听不懂啊？所以要先看，头脑里的东西对，然后你的身体，你练基本功啊，什么关节会动啦，什么你100。一想那个我100要那个形象，啪就摆了嘛，听不懂啊？你去看那个老虎，你去看猴子，他们唱评剧练这个猴子的评剧里面扮演猴子的，他自己买一只猴子到家里面天天看呐，天天跟猴子玩，天天看那个猴子。听不懂？练拳也是一样，所以这就牵涉到什么？一开始练拳，起码前3年不能掺杂其他的拳。你是练什么的？这就叫什么？这就叫你的根基是什么？就你的根基是什么？我们练欧阳询的，你不管后来你写成什么体，人家一看就是哦，你是欧阳询的底。啊，你是颜真卿的底啊，这就是你当初建立起来的那个根基，你的根基是在这个啊。练拳也是一样啊，所以我说，我曾经讲一个老师嘛，他后来练成泰，可是他开始是练空手道的，我就说其实你是空手道的底。有些人会认为这个是在批评他不好，你知道吗？你练成泰，可是你的底是空手道，就有空手道的样子。这不是说他不好，反而是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能建立起那个底来。很多人他没有底的，他没有底，他是随便的。你到底练的是你的根基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所以就是学一些。这边学一点，那边学一点，这边学一点，这种人，你练下去，你没有根基，你没底，成不了气候。我说巴西柔术的那个，他们就是练这个，他们从小从5岁、10岁就已经可以到外面去比赛了，一辈子练的东西就是那几个锁，就是那几个手法，那就是他们的根，晓得吗？他们跟任何人打，他们都在什么？都在尝试把别人拖到地上去，那就是他们的根基。他会变那么强，是因为他一辈子都是在练那个根基，把那个根基的东西练得非常活。晓得吗？所以有根基是很难得的事情。所以人家从你的写字看出来，哦，你是欧阳询的底，那表示什么？表示你曾经在欧阳询那边下过很大的功夫，你才能建立这个底。招牌字，你写个招牌字，现在很多人讲的所谓的江湖字，写得很流畅，结构很漂亮，一看你那是江湖字，为什么？没有底啊，你没有根基啊，你这个东西它没有根，没有根基，你这个东西没有一个来源啊，这样不懂啊？所以建立一个东西的根基是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去看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挑我讲的那个谁
刘凤彩的，比方八卦刘凤彩的，尹玉章的，尹玉章很薄的一本书，很薄的一本书，八卦全学，是不是？孙禄堂的也可以看，不过孙禄堂的最好的是他的形意啊，他的孙禄堂的根基就是形意拳太极拳陈太里面有几个那个陈，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陈什么瘦的，所以我说你们去看那个孙建云的太极，看什么？不是看他的招式，看他的根基。所以我们看任何东西看什么？看根基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根基就是他从小建立起来的。那个手法、那个招式、花的东西都不重要。有些人你看根本没有根基，晓得吗？没有根基就不要看了，乱的那不懂？你们要去建立这个。当你建立这个的时候，你头脑里面建立这个的时候，你在练很多拳，你摆姿势的时候啊，你根本不用去想我要用什么，我这里要怎么样，那里要怎么样，不用想的。你基本功练好了以后，你的身体的条件够了以后，你头脑里面再有那个东西的话，你一下就做到了。所以我讲的那些东西，你要这边怎么样，那边怎么样，这都是废话。这些东西都是废话。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啊，我这些都不需要讲的，不需要讲，你就可以做到。所以我们这个在形象上来讲，我的第二本书就是八卦导引那本书，我想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。所以那本书是以什么？是以照片为主。那本书是以照片为主，就是要大家去看那个照片。你懂的人从照片里面就可以看出来东西，晓得吗？比如说我在欧洲教有一个 seminar， 有一个是芬兰人，年纪还比我大，他从小是芬兰体操队的少年队的，一辈子就练体操全身练的精瘦啊，可是很硬很僵硬。他来我的 seminar， 我说你在芬兰你怎么知道我？你怎么会来参加我的 seminar？ 他说我有一天因为我这个书有出那个中英文版嘛，他说我有一天在书店里看到你的书，我翻开一看里面照片，我一看照片就知道这个人是懂的，这个人的东西是对的，他就来参加我的 seminar。那个身体僵硬的要命，可是他每一年来，只要我去，他就来。所以看正确的照片，看正确的影像，开始不用看细节，开始看整个。先做什么？先看整体。先看整体，开始看，不要看细节。他这个怎么样？那边怎么不用？先看整体，整体看出印象了以后，你自己去试着做那个整体，然后什么？然后才看它的细节，每一个细节的关系，晓得吗？这样你就可以建立起来头脑的那个形象了。你们没听说那个画画的谁啊？这到黄山住3个月半年，天天看那个山，看云势的变化，天天看。回来以后要画了，眼睛一闭，想一下，一下笔，啪就出来了，不用临摹，
也不会在现场写生。说我们以前去省队，大陆省队集训，然后我们老教练是叫我们不要看，他说你那边做笔记没有用。我说对看，对，很奇怪，我们回来之后的半年，反而就是动作什么都突飞猛进。对，就是那个印在脑海里。对，最重要是这个，最重要是这个。我去听任何演讲，从来不记笔记，因为你记笔记，你抓到的是那句话。可是，一场演讲最珍贵的是什么？最珍贵的是它背后要传达的那个东西，而不是某一句话啊，金句。很多人喜欢去记那个金句，一场演讲他记了好多金句，没有用。金句都是用来形容他要表达的东西的。有的人的演讲空洞，没有东西，金句一大堆，可是背后没有东西，晓得吗？就是一些漂亮文字的排列，所以都是听重要的言语背后的东西，晓得吗？同样的，你们要看也是这样子，你先要掌握这个形，然后形背后的东西啊。